不停坐牢也是我非常幸运的事儿，就有机会读马克思主义，在外边谁读不进去？我说老实话，这些读的就是非常枯燥。马克思本人，他的最大功劳是发现了人类历史进化的规律，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于是时代就在不断的这种变化当中前进。他发现了人类历史进化的规律，劳动创造价值，一切财富的源泉就是劳动。那在你那个时候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对于你挣钱有什么帮助呢？我知道了，我就研究劳动啊，劳动有各种形式啊。简单一点讲，在农业文明时代，我们天天种庄稼的时候，劳动的工具就是个锄头，它的动力就是人的体力，就两个东西运动的结果就产生我们的财富，产生粮食。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最典型的事件就是1776年蒸汽机的发现，它取代的和放大的是人的体力劳动。一部拖拉机它一天的工作量，你说等于多少个人的劳动？所以我们财富多了，对，饭可以吃饱了。而我们在1940年多一点，人类发明了另外一个东西，就相似于蒸汽机一样的东西，就电脑。它取代了人的记忆。有一个美国科学家叫布鲁姆·本杰明，在1956年，他发现几亿年的进化，我们最强大的是记忆，95%的这个能力是用于记忆的思考能力。只有5%用于理解呀、统计呀，就是创新的一些需要这个思维形式。他发现这点了，这下就不得了了。由于蒸汽机把人的体力劳动无限制的放大了，才出现了工业革命。但是现在这是，当我们的记忆部分被计算机无限制的放大了，相应的5%那部分，就创造力那部分，也无限制地被放大了。随着计算机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多少亿次、多少10亿次、多少100亿次，创新那部分它也就不停地放大、不停地放大、不停地放大。它不能说95放大，它5%不放大。所以这是目前我们是非常好的时代。所以就牵涉到下一个问题：财富是怎么形成的？我投机倒把的时候，那钱怎么赚来的？怎么赚的？我也没侵害神的利益啊，没是受害人呐。那钱怎么产生的？其实任何财富都是无数个生产要素组成的。就比如说这杯茶，要喝这杯茶，有茶叶，开水，还有茶缸，还有个镯子。这个财富的产生，它是无数个生产要素组成的，它可以不停的分解，不停的分解。所以在不同条件下分解成某一种东西，那就靠大家创新能力了。比如现在这个茶膏，它如果把市场把握准了，它也许比茶叶卖的更多的。工业文明那一代，一个朱元璋，一个明代一个农民，他当了皇帝，明代下了禁海令嘛，就不让中国人下海啊，都倭寇嘛。正好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早70年。如果当时没有禁海令，我们到非洲了，禁海令不交流了嘛，好，人家发生工业革命了，我们停止下来了。我们中国终于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完整的解释这世界上全新的这种现象。有本书美国人出版的，叫《复杂经济学》。对，我最近也在看。他说，复杂经济学是信息文明的结晶，至少提出了一个思考的问题的方向。对，由于他们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没办法把这说清楚，只能说很复杂，很复杂。他那本书就是这个事儿，所以美国现在发展很快就有道理，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说复杂经济学里面呢，核心观点认为，在信息工业文明时代，因为信息传播和信息生产的方式的本质与传统的物质生产本质是不同的。就是一个故事讲给100个人听，就有100个故事；一个苹果给100个人吃，每个人最多吃1/1个苹果。所以呢，它的裂变的方向不一样，那个增长的量级也不一样。所以呢，人类创造财富的体能不一样。如果你要在新的信息时代找新的钱的话，你必须要理解未来讲故事、信息的整合，乃至于现有的已经发明出来、已经发现出来的科学技术，把它以一种最完美的方式组合出来之后呢，再创造、再生产的这个流程呢，如果梳理好的话呢，它能源源不断的产生更大的价值和钱，这才是未来创造财富的机会和可能。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应用，就4个阶段嘛。4个阶段，4个步骤嘛。对，收集信息，天天看这样书，看那样书，看电视，听广播，走路，外边打仗了又不怎么样了，跟人毫不相关。对。但总有一天在某个时候，哎呀，启发了你，又是个什么事儿？经常有这样的事儿。这个才是未来赚大钱的风口。就是大家要勤奋，要学习，主动的接受任何信息。任何信息啊，没有好坏，信息在某种情况下对你有利，在某种情况对你有害，但是属于条件不同而已。它不是信息本身是无辜的，但是你如果认为它排斥它，你就挑选了。但是如果说今后这个结论是超过了你的这个认知水平，那你就倒霉了，就放过了个机会。穆老是这样的一位中国难得的生命状态的人，叫真人。不知道从哪里有一股宏大的使命感，就觉得就这事儿，人类、中国这些东西就我来干了，我都不知道就勇气哪儿来的，反正就有。你以前也不相信，现在发现有，确实有这样的人。第二，真正的把财富某种程度上置之度外。对于你来说多一点少一点，可能对你来说现在个人差别不太大了，但是你肯定是要用你的这些东西来证明一条理论是倒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人嘛。包括这个您在第3次监狱的时候呢，就是王石是去看过您，但是他回来后来好像写了一个回忆吧，他过去跟您讲，您好像又给他讲了一个特别宏大的事情，一说又是几百亿，他就吓跑了。他们认为我是幻想家。一天生活在自己的幻想当中，他们很实在，很实际，就这点。冯仑有去看过你吗？冯仑和王石一块来的，比我在年龄小一点的，对您的认知都是基于冯仑的书里面的一些介绍。当时有几个场景我印象很深刻，就你们一起去出差，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饿了嘛，敲开门，然后这个饭店的厨师是睡在面案上，把他推开。然后让他去做饭，他们都觉得看起来比较脏，或者是都好像难以下咽，只有您吃的特别香。他说您后来说担心你有匪气，他就害怕了，他们就因为一帮书生嘛，就担心你有匪气。冯认是也不应该说坏话，宽容的。就和您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企业家，您比较欣赏谁呢？就比如说像柳传志、任正非，这同一时代的这些企业家。当时我们同一时代还没有企业家。马斯克大家都说他是外星人，比如说像贾跃亭呢，一做事情都是几百亿，很多人都觉得说，哎，这个贾跃亭是不是深得这个穆老的真传？他一开始做了一个乐视网，后来呢就做手机、做电视、做汽车，也做过上市公司。他现在在欠钱吗？哇，他现在那就欠了很多钱了。那就不得了。对，作为一个人，至少是应该对社会负责任。就我可以冒险，但是我不要求大家和我一块冒险。包括您现在就是说也开始重新创业嘛，就是之前我看有媒体说是您现在是附债创业。那重新我负个什么债啊？也没有去借过。我负个什么债啊？刚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段子说，哎，穆老在里面这10几年看起来好像这个没有自由，然后有200多套房子留在这里了，这一下子就变成一笔巨大的财富。现在不这200多套，可能现在还我很多钱，要还我很多钱。不是200多套，是很多的。哎，这儿就还有200多套啊，北京还有200多套，还几个卫星啊。这个还是一个这个至少可以算出，现在算价格不算，就以前算，那个时候，现在多少不知道，有几十个亿啊，还有几十个亿呢。还有一个，刚才您在讲风险投资啊，我没有风险投资，那个您是更多是投资。首先我反对投资这个词儿，投资我要反对的，我要取代的是工业文明生产方式，不外乎就是我们表现为国家资本，美国表现为自由资本，完全它就